是摩羯座的宋凤医师，只讲科学证据的皮肤科医师。这个月我们要来聚集9招。脂漏性皮肤炎跟酒糟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，它们都是慢性的发炎。那不管脂漏性或酒糟性皮肤炎，它们都会有千人痘的皮疹的现象。因此，在脂漏性皮肤炎跟酒糟跟甚至在敏感肌里面，红疹子的治疗也是它治疗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在传统的皮肤科里面，我们知道不应该用类固醇治疗酒糟，因为你使用类固醇治疗酒糟会使得酒糟的情况更为恶化。可是脂漏性皮肤炎是可以使用类固醇的，然后敏感肌也被允许使用类固醇。那这里头就产生一个吊诡。第一个，到底应不应该使用类固醇？那你必须诊断正确。如果你的诊断是错的，就你诊断它是酒糟，就你还是使用类固醇，这个就变得很奇怪哈。然后也可能使你的治疗变得没有效。常常会有病人问我说，酒糟啦、类固醇啊、脂漏啊，就是有没有什么秘方可以做哈？其实没有什么秘方哈，正确的诊断才是对的。人们常常会去追求秘方，可是真正应该追求的是华佗的医术哈。在正确医术下，所有东西都是好的；错误的医术下，所有东西都是坏的。第二点，在我们刚刚讲到，不管是酒糟、脂漏还是那个千人痘啊、敏感肌这些，它都有皮疹，然后所以我们会用抗生素。那这时候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，抗生素它在杀菌的过程中，同时会造成一些皮肤的代谢的问题哦。那这也经过文献确认。那文献确认的情况下，你是不是应该使用抗生素？你必须诊断正确。然后你使用抗生素该使用多重，该使用多久，这也是必须经过反复的诊断哦。那目前在很迅速的治疗过程中，很迅速的诊断过程中，这边事实上是缺乏的。这也是为什么常常会有病人跑来跟我们讲说，他被诊断为 A 或诊断为 B， 然后他这样使用那样使用，然后他去杀螨，他去杀青春痘，他去杀这个，结果他皮肤越来越糟糕。基本上就是你的诊断必须非常的精确。肌肤监测相对于传统的看门诊有个好处，因为你做显微照相，所以你会看到一些皮肤的很初始的，不管往好的或往坏的方面的变化。因此你可以很早期就抓出你的治疗对或错。我们常常在跟病人讲，比如说就像我们前面讲过，类固醇对或不对，抗生素对或不对，然后它的剂量，它的治疗就算正确，它的剂量对或不对，它需要擦多久？其实你可以这样想象，你擦抗生素或擦类固醇，擦到一定的程度，它的情况一直是好的，然后到某个转折点突然下来的时候，我们传统用肉眼看的时候，往往要下来到很厉害，它又重新发炎很肿了，我们才会把它停药。可是如果你在做肌肤监测的时候，在那个转折点那一瞬间，大概1个礼拜左右，你就可以把它停掉了。所以肌肤监测可以帮助你，是因为它更精确而更细致的去观察你整个的部分，然后你完成你正确的诊断。关于科学诊断跟科学治疗这一点，我要跟各位强调的是，我们没有在做什么自然治疗或者非自然治疗，一切的情况其实是根据你皮肤真正的反应而来。所谓的正确治疗，也就是你这个时候应该用什么东西，这是医师的判断，我们叫做诊断，英文叫 impression， 正式的翻译叫做义诊，猜测的诊断。然后这时候你就给他治疗1个礼拜，于是你肌肤监测，如果你监测你的方向对，你就继续往下走第2个礼拜，然后方向正确往下走第3个礼拜。可是疾病是随时会变化的，也许你的治疗已经到够了，比如说你说抗生素好了，我已经杀菌杀到够了，再下去它就开始抑制皮肤的代谢，这时候你就应该把抗生素停掉。因此你怎么样去确认你第1个礼拜、第2个礼拜、第3个礼拜该怎么做？这个情况就是你需要科学的诊断，科学的监测，然后在非常细致然后非常完整的诊断下，你才有办法把这种潜在性的发炎性疾病搞定。这就为什么你去看了很多医师，你发觉你的治疗都没有效，其实很简单，如果你的诊断能够更细致一点，其实你的治疗就会有效了。我是摩羯座的宋凤医师，用肌肤监测为人类保留完整安全的皮肤科医师。这样不太对。